好，我们现在用这几串啊，画出大大小小不同的位置，只要不在4个角，不在中间就可以，怎么放都行。至于藤后面怎么增加，我们看情况。我们先在这个右上角的黄金位置先在这里画几串出来啊，按照这个图片。对，我们的学习群是拍课的同学才能进入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群是拍了课的同学都可以进入的。那么再看这个图片写生看这个图片启发来画的小品创作，一个是要注意真实的物象它们给我们的这种大小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还要把我们用笔的笔形书写性的用笔，还有这些浓淡大小的变化本来这个图片上面就有，只不过是把它更加夸张了，取舍。这个上面我们会更加讲究一个是真实的物象结构，一个是画面的对比节奏，要把它们串在一起，转换成一个画面。摆放的位置也不同。那么真实的图片给我们的这种状态，它是非常自然出现的一种外形它和我们自己想办法去组合的那种不一样。我们应该反过来，通过自然给我们的这种形状，然后我们再去稍加调整就是一个取舍转换的过程，它会变得更加漂亮。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个要对着图片去画，一个又要看着我们的画面去画，两者结合。我们不是照抄我们是通过它的启发，我们再来一个加工。本来它的形状就很好看，然后一加工它就会更好看。通过我们自己的审美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它长的那个位置那个形状本来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再加工一点或者是再夸张一点点，或者是减少一点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转换它这一串出来，我是画这个大的这一串我是画这一串，用这一串得出来的这个形状，然后我们在旁边会画一些很小的，像它旁边这些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但这些大大小小它会很闪，画的时候我会把它又聚，比如说这2串和这一串我会把它聚在一起，或者这一串我会把它和这个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挪动的
如果按照真实的画，它会很闪。好，我们趁到没干之前，用太白转一下啊。先转这个比较淡的地方，转一点点，然后用藤黄再转一点点啊。我画的这个颜色，画的这个用笔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画出这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是通过图片参考启发，然后跟大家讲解这个关系。这个花出来的它的浓淡大小之间关系就比较舒服啊。因为大自然里面它本来就非常漂亮的，我们只是拿它来再加工一点点就很好看了。好，我们在旁边再来一串。那么旁边就会出现比较多的小串的加在一起，我们就要把它组合了啊。把用笔加进去，把形状加进去，把浓淡加进去。这一串就比较小，然后它有几串比较小的，然后我们把几串比较小的加在一起。故意把它挨近一点。这种转换通过真实的图片这个形状，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安排位置这里故意把它挨得比较近。我们在转换这些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因为我想让它放在哪，它就放在哪。这个时候是完全是我去掌控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享受这种摆放的过程，这种乐趣它有的我可以没有，它没有的我可以增加，所以是非常自由的。不是说照葫芦画瓢会很被动。这里是2串，我把它加在一起了。这里再来一串小的，一个要注意图片上面的外形，一个要注意我们画面的外形，一个要看图片，一个要看画面，刚好在中间，它就形成一个转换你不能老看图片上面，不管你画的什么情况，去对着图片画。
是都要看。啊，这些零零散散的。就我们报了名的我们的学员们，就是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通过我发到群里面的图片啊，或者是大家去写生，或者大家去搜索的图片啊，参考像我这样去写生，去转换画出来的作业，我点评起来就很有味道啊，就不要画出来太简单，就是很概括的那种画法，那种已经过时了啊，那种老早就已经很多人在画了那种程序化的那种画面，已经没有味道了啊，别人已经把它已经发挥的很到位了，而且已经我觉得已经老早就过时了那种。很多人还在拿它来讲解啊，还在不断的去研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审美，不见得以前的那些老画家画的就是很好。那当然好肯定是好啊，但是审美不一样了，不要画出那种老气横秋的那种画面感，反正我是不喜欢。画的好像20岁画的，好像一定要画出那个70、80岁的那种效果啊，有必要吗？自己又没到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心境，也到不了，也还没到那个高度，你让他装成那样。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就得了，就真实的啊。不讲了，讲了等下又讲多，又得罪人。我们画了几串以后，我们再去增加小枝，增加小枝以后，然后再去补充啊。这件枝干它是比较长的，像这件枝干很多很长的，我们画的时候也可以长一点啊，当然可以和它的有一点区别，因为我们要组织我们自己的画面。但是它给我们的状态，我们可以去吸收。就等于说，我们通过图片上面的启发，然后又通过我们的审美再用我们的画面关系加进去。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很高水平，我们只能是把最基础的这些关系
加进去就不错了，更加谈不上什么意境啊，我们远远没到那个程度。其实上面这些地方还有花的，但是已经掉了。从上面又掉一只很长的下来。我们看到这些花瓣它已经掉了，像这些花瓣它其实上面还有花瓣的，风吹，把它打掉了。下一场雨全打掉了。我们去写生的时候会经常看到，头天去看的地方还是很多花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写生的时候就全部在地上了。但是这个紫藤花前面这一段，因为它是刚长出来的，它生命力就比较强，它还没掉，上面这一段都掉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真实的这样去转换一下啊。我们画出来又比较接近真实的，但是我们又转换了一下，而且还要加上一点这个绘画关系，比如说大小疏密、浓淡干湿这些画面里面都要有。不管是画小写意还是大写意还是墨骨其实这些关系都一样，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手法不一样，纸张不一样啊。像这种已经整这么长一支，掉到还剩1、2个花瓣了，这些我们自己想都不敢想这样去画，但是真实它就很多这种状态，我们也可以去画。那么这边是很多的左边我们就可以调一支比较长的出来比如从这里调一支很长的。这个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可能我们画的时候是不敢这样去画很长。因为花瓣很少。其他的都掉了。那么我们为了画面的关系它会显得比较单，真实的这个地方没有，我们可以加1、2瓣，这个是为了过渡。我觉得这样更好看这边加一个花瓣。
啊，这样它又感觉是花瓣掉了啊，又感觉它有大中小，又有变化，这样它会更好。因为我这边要和左边要有对比啊。其实真实的它是很多的，真实的一大堆，我们不可能全都画出来，我们只能取啊。我是取了这边这一组啊，然后下面取了2组，这边取了一只很长的。然后笔尖去加一点藤黄加胭脂比较重的啊，把这个花和叶和枝干的地方接一下，也是用书写性的点写啊表现出来。每一点都是打上去的状态出现这种跳跃式的出现点的这种不同的地方上面少点一点。好，几串花画出来了。那么最漂亮的是这些叶子大家看这些叶子，我把它放大一点像这些叶子就是很漂亮的这些叶子就是我们要画的非常漂亮的形状还有这些，大家看这个叶子，它是长在这个紫藤花的根部，长出这些小叶子，它都会有大大小小这些特征。然后这些长花的这些根部还有一些小嫩芽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接头，我们都要去分析它，然后去表现它因为在图片上面它不可能帮我们安排的那么好需要我们自己去重新组合。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启发以后去组合它。比如说这一串往下坠这里我们可以来一组，图片上面其实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小支的变化得到启发，这一小支的变化得到启发，然后我们把这一组都画出来。我们在写生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以小见大，以实见虚我们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局部，可以找出它很漂亮的那个结构关系，然后我们把它放大。就像我们在临摹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临摹别人的画或者是画册上面的，或者是古人的，它很虚的地方我们是看不清楚的。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看清楚它的方法，它的用笔？那就刚才我们说的以实见虚我们去看它实的地方，来证明它虚的地方也是那样去画的。那么写生我们叫做以小见大，就像画山水画一样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水口，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大瀑布它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关系。我们画这个花鸟也是一样，通过很小一串，我们可以观察出它的特点，非常漂亮的这个形状，然后我们来组合它当然不能去照抄，你照抄肯定抄不了，
它不可能摆的那么好让你去画，要我们自己去摆。这两组出来，它们的方向是统一的。那么这两组出来以后，这边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画一圈很漂亮的出来。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多加一点，把它形成一大组啊，一组两组。这里我再画一两片叶子。本来这个很小的叶子很漂亮的，但是我为了这形成一大组，我把它盖。这样它就形成一大组了。然后上面我们就跳一组出来，形成一个疏密关系啊。这组。为了突出它的长大家看这个真实的图片，这个很长的这一支这么长，叶子长在这么高，而且那么小那我们要通过它的启发。这一支就会很修长、很跳皮的一组出来。花是分成大小、多少、疏密叶子也是一样，分出这是一组大的，这是一组小的。然后用胭脂勾一下叶脉，趁它还没干的时候勾一下所以我们画花鸟画就是刚开始最好是画的结构扎实一点，以后再去画大写意。就像我画花鸟，我已经画了这么多年了美协也拿下来了，我现在画的还是在练这些基本功这些疏密关系这些物象的结构所以这个基本功越扎实，可能再过3、5年，我画的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大写意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水平还不到，所以我越画我就把这个基本的关系觉得越重要很多人一开始就学大写意我也不知道大写意是什么，画的要像不像的就叫大象无形我也看不懂。好，我们现在画了一小组花画了几组叶子，大家